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你这骨密度比20多岁的年轻人还要好哦。今年67岁的张大爷在医院检查骨密度，报告显示脊柱 1.307， 双股骨均值 1.004。张大爷的脊椎骨密度比20到40岁的年轻人还要更胜一筹，连医生也不得不感慨，张大爷这保持得太好了。张大爷有4个好习惯值得我们学习。到了30岁之后，人体骨骼中的骨量就开始流失，骨量减少是骨质疏松的前期阶段。如果发展为骨质疏松，对人造成最大的危害就是脆性骨折，影响生活质量，甚至还会危及生命。骨质疏松性的骨折也是导致老年患者残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想要减少骨量的丢失，张大爷有几个习惯值得我们学习。注意营养。张大爷非常的注重补充蛋白质、维生素等的营养，他喜欢吃燕麦粥、橙子、香蕉、葡萄干以及各种的干果。在补充维生素方面，不吃贵的保健品，而是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B1、B2、B6、B12 以及叶酸，后来还会补充维生素 D。蛋白质水平对于骨骼健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，也会影响骨基质的合成。钙对骨骼是非常重要的，很多干果中含有丰富的钙，再加上维生素 D， 具有促进钙吸收和利用的作用。拒绝吸烟喝酒。张大爷不吸烟不喝酒，烟草中含有的尼古丁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，而且烟碱还会刺激破骨细胞活性以及抑制成骨的细胞。对于女性来说，香烟还会促进雌激素分解，而加速骨量的丢失。同样，大量喝酒容易导致吸收障碍和营养不良，减少骨质形成和骨抗化，导致骨量流失。晒太阳。张大爷爱晒太阳，而且是穿着泳裤晒全身，有时候会戴一个遮阳帽和墨镜，几乎他每天中午都会光着脖子在外面跑1个小时。适当的日晒也可以促进骨骼健康。皮肤在阳光中紫外线的照射下，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。坚持运动。张大爷热爱运动，几乎每周都要外出参加马拉松比赛。后来他为了防止老年骨骼退化和肌肉流失，又加强中度力量训练。他认为老年人进行中度力量的训练比重度力量训练的效果更好。运动对保持骨骼健康非常重要。运动能够通过肌肉收缩来产生张力以及机械应力，作用在骨骼上就能够促进骨形成，还能够防止骨丢失。而且有氧的运动也是有效的预防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有效途径。3种症状出现，你可能需要补钙了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推荐成年人每天的钙摄入量是800毫克。对于5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，每天钙的推荐摄入量是1000毫克。但是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，大部分的中老年人每天摄入的膳食钙大约只有400毫克。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以下这几个症状，就需要及时的补钙。四肢麻木。如果经常出现原因不明的手脚麻木，或者出现体力不如从前的症状，尤其是中老年女性，可能就是因为缺钙引起的骨质疏松的表现。腰腿颈肩的肌肉酸痛，最常发生在活动性较多和较强的部位，比如腰背部、颈部以及脚跟部的肌肉。如果经常出现浑身肌肉酸痛不适，特别是腰酸背痛，颈部以及脚跟部位的酸痛，在久站、久坐、久行后症状加重，经过按摩、敲背、捏颈后症状又有好转，这些情况都提示要注意补钙了。抽筋。缺钙的人群容易在爬楼梯、游泳、爬山、睡觉、着凉的时候出现小腿阵发性的抽筋症状。口味重的人最容易缺钙。很多人表示自己平时十分的注重补钙，但是还是缺钙。其实这可能是您忽略了一个导致钙流失的大问题——口味重。现代的医学研究证实，钙
钙和钠在人体中是竞争关系，大量的钠会制约钙的吸收，而这些被赶出人体循环系统的钙会随着尿液排到体外。研究表明，每摄入500毫克的钠，尿钙排泄就会增加10毫克。据统计，中国成年人膳食钠的每日摄入量为5404毫克，相当于盐的摄入量是13.5克。依次计算，尿钙排泄量可增加108毫克，占成年人每日钙的推荐摄入量的11%到14%。这对于钙摄入不足者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因此，如果您已经处于缺钙状态，而且有口味重的坏毛病，就请您第一时间纠正，这比马上吞下一枚钙片更重要。4. 最能补钙的6种食物，每一种怎么吃，详细告诉你。很多人只是通过服用钙片来补钙，事实上，食品才是钙的最主要的来源，应该将饮食补钙放在首位。这里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比钙片还有效的补钙食物。1. 牛奶。补钙最好的食物就是牛奶。我们最常见的250毫升包装的牛奶中就含有250毫克的钙。健康成人每人每天保证是300克牛奶的摄入，即可获得很好的补钙效果。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可选择酸奶。2. 绿叶蔬菜。很多绿叶蔬菜的钙含量在100克含100毫克上下，与牛奶的含钙相当。比如100克的油菜含108毫克的钙，100克绿苋菜含187毫克的钙。而且蔬菜中的镁、钾、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 都能够帮助提高钙的利用率。但是注意烹调前我们在水中焯一下，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草酸的含量。3. 豆腐。100克的北豆腐含有138毫克的钙，而且豆腐中含蛋白质比较高，好吃不长肉，实在是补钙的佳品。4. 坚果。坚果虽含油脂较多，但也是补钙的良好来源，含钙量多高达100至200毫克每100克。每天坚持吃一小把的去壳果仁，对心血管健康也是极有益的，量不要超过50克。5. 鱼虾贝类。鱼虾贝类等的海产品也是较好的补钙食品。对于海鲜不过敏的人来说，经常食用一些鱼类、扇贝、虾、花蛤等的水产品，也能起到补钙的作用。而且这些食物中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心血管的健康也非常有益。6. 芝麻酱。100克芝麻酱的含钙量是170毫克，偶尔芝麻酱拌个面，吃个火锅，200至300毫克的钙摄入不在话下。小贴士：正确的补钙是摄入充足而不过量。普通成人每日保证800毫克的钙摄入即可满足身体需要。下面这份每日补钙食谱可供参考。1. 300克的牛奶和酸奶能提供300到360毫克的钙。2. 半斤以上的深绿色的蔬菜能提供200毫克的钙。3. 1两豆制品提供80至100毫克的钙。4. 1勺芝麻酱可以提供100毫克的钙。5. 1把坚果提供10到30毫克的钙。6. 水果以及其他的食物多少也还能够补充一些。俗话说，人无谷不立，无节不活。而在这些生理活动的过程中，钙的充足至关重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